说爆了！嘿，哼哼，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将扭转万象，诸般兵械皆随我意。嘿，哼，呀，呀，呀！ 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才叫完美。这不比那雨什么尘好用多了？砖头落地，平心静气。闹够了没有？躺下吧你！清脆悦耳，真是痛快。哎呀！ 想不到这板砖打起架来还挺趁手，如何？近距离欣赏伟大的石之律者女士纵横四海、无人匹敌的72变，是不是赏心悦目？72变，哎嗨，这数字就是随口一说。堂堂石之律者手中的兵刃，当然是千变万化，任意驱使，尽可斡旋造化做18般兵器，远能异形换貌成72变化。 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我变不到。只要我乐意，给老古董在旅途中走累了变个折叠凳也不成问题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变出来的东西好歹也算我的一部分，那岂不是？啊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什么一部分？没什么，你听错了。就他那种慢吞吞的旅行风格，我若是在树荫下搁把椅子，他更要10天半个月不挪地了。唉，所以你变出这么多怪物，就是为了消气？哼，气憋在心里伤身，当然得发泄出来。正好老古董不在，抄起砖头打一架，专治心里不痛快。谁叫我们都跑到这里来了，居然还是联系不上那老古董。这点倒确实让我很担心。 我一觉醒来，发现找不到浮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毕竟你的意识空间可以直接与浮华连接。按说只要他愿意，不管他身处地球的哪个角落，你都能跟他说上话。除非，他不想理你。啊？凭什么？我又哪儿得罪他了？又不是第一次吵架，这老古董还学会记仇了？ 所以会不会是浮华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我们才联系不上他？呸！别乌鸦嘴！你想哪儿去了？可是，我试了能想到的所有方法，还是没有收到他的消息。我说过要一直陪伴他旅行，但现在却……停！你也别长吁短叹了。这世上能困住老古董的麻烦，要么是早已归于尘土，要么…… 是他非得以身试险，只要他不多管闲事，这天下之大，还有谁能奈何得了他？哎，没准儿就是他幡然醒悟，觉得在一个地方待那么长时间确实无聊透顶，干脆去个新地方自己走马观花了。可是，浮华不会像小孩子一样不告而别。那时老古董抹不开面子，不想承认自己的旅行方式不好而已。 你也别愁眉苦脸了，说不定等他玩够了，自己就回来了。总感觉你说的好像是你自己。怪物怎么又出现了？你刚刚不是说已经消气了吗？喂，我是那种随便乱发脾气的人吗？这些家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这里不是你的意识空间吗？奇怪。 他们又停下来了，好嘛，这是在拿我寻开心呢！什么人，竟敢在意识的律者面前故弄玄虚，活腻了不成？这里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团雾？哼，雕虫小技！喂，识相的话就乖乖现身，让我光明正大的揍一顿。可是
这团光雾竟然能这样轻而易举地进入你的意识空间，操控怪物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吧。不是，我说你怎么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这家伙就是个躲在暗处的胆小鬼。喂，苍玄之术，到我身后去。啊！我说你别愣神呢，这雾气多少有点古怪，谁知道搞什么名堂？哼，等这家伙放松警惕，我就来个先发制人。喂，找上门来又躲着不出声，不会被我的72变吓傻了吧？哼，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出来，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了啊！石之律者，你好。哟，原来你明知我是谁，还特意上门踢馆呢。也是，毕竟我石之律者的大名放眼四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嘛。嗨，这就是太出名的烦恼吧。石之律者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也算是颇有渊源。不过我今日来此，是想请你帮一个忙。非你不可的忙。哈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不请自来闯入我的意识空间，还上来就让我帮忙，想得美！不过，总觉得你这声音倒是有几分耳熟啊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哎呀，他这记忆太多，一时半会儿都想不起来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凭什么让我帮忙？这并不重要，石之律者。你只需要知道，这个忙，有你无法拒绝的理由。哟，说来听听。浮华。事先说好，你不用费心耍花招把我骗到哪个世界泡，我靠自己照样能找到老古董。不，正相反。石之律者，我希望你留在此处。啊？